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我們會來特別關心到的是川普喊重拳，但是卻沒有飛彈可以打了，成為現在美國最大的一個問題哦。另外呢，戰機還被迫晉升等被獵殺嗎？川普的方面現在要面臨的壓力就是伊朗現在以量來破質，打穿了美軍的保護傘。另外在荷姆茲的部分，今天也會有最新的進度，7%荷姆茲會來收，由這個德黑蘭來收它的收益哦，讓它大補血嗎？好，今天我們會做深度的剖析。先歡迎我們的在場來賓，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開始前，先幫我們節目按讚，寫下留言區。思敏，我在哪一個城市收看，我會親自做回復。環球大戰線，現在我們的會員頻道再次提醒大家已經成立了，趕快按下加入鍵，成為我們的戰友。今天的每一戰士，我們要趕快來看到的是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幫我們來做剖析哦。第一個，川普已經喊了48小時內就會來見分曉了，接下來呢，如果真的談不成的話，美軍就會來攻擊伊朗了。但是呢，現在美國眼前碰到最大的問題就是川普嘴巴喊這個話喊得很大聲，但是來自於路透社最新的揭露，美軍的長程精準飛彈是已經接近耗盡了。這當中今天會來看到，特別是這2款精準飛彈幾乎都用完了。川普真的有把握它可以繼續打下去嗎？第二件事情，我們現在看到伊朗即將要大幅補血了嗎？最多接下來傳出他會接收來自於中國大陸400套的肩射防空系統，當中包括了這2款前衛12跟飛弩16。接下來還可以搭配無人機飛彈，消耗戰術。中國武器原一能夠破解美軍的空中優勢嗎？這是第2點。剛剛講了嘛，這個荷姆茲海峽現在是不是有一個最新的進度了呢？因為呢，傳出伊朗呢這邊提出了一個建議，就是說接下來船舶可能只能通過伊朗的水域，甚至會收取最高來到了7%左右的一個服務費。美國在這邊施壓了數個月的時間，反而讓伊朗現在取得了荷姆茲的主導權嗎？我們會來一一做解答。好，現在來看到是川普又準備對伊朗重拳了，他甚至預告說，接下來48小時準備好了會見分曉，談得成荷姆茲，我們會把它重新開放起來；談不成，美軍就會再次的對伊朗開轟。那德黑蘭方面呢，我們來看到他怎麼回應。他說，只要美軍再次的攻擊伊朗，不只是美軍基地而已，會遭到報復。接下來包括了，他也點名了幾個地方，像是沙烏地阿拉伯、阿聯跟卡達跟波灣國家，特別他着重在這些很重要的油田跟基礎設施等等的部分哦，還有海水淡化廠都會成為下一個攻擊的目標。現在看起來，這個劇本好像再次的重寫了，是不是？大家還記得嗎？當時在幾個月前，川普也曾經放狠話說要攻擊伊朗的能源設施。然後呢，波灣國家立刻跟美國說冷靜。那川普就是以這個盟友請求的原因停止了攻勢。這一次會不會又上演一模一樣的劇本呢？尤其呢，川普表面上當然要裝一個強人形象啊，但是私底下我們來看到美軍現在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這一些長程的精準飛彈是已經接近耗竭了，包括戰術型的這一種系統武器跟新一代的精準飛彈，我們剛剛特別提到的這2款都已經不夠了。那麼如果當遠程的這些藥庫的庫存出現了枯竭的話，接下來面臨的問題就是說，美軍就要使用他們的戰機或者是轟炸機來開進伊朗比較靠近伊朗的這些防空的範圍之內，對於美軍來說就會變得特別的危險了。而有關於這些飛彈耗盡的問題，有一件事情很尷尬，就是來自於華盛頓郵報在5號當天做了一個報道，他說美國總統對於伊朗戰爭的不滿上周在大衛營是爆發了，他怒批戰爭部長赫格塞斯，讓他以為美軍的彈藥這個荒已經解決了，影響了他對於伊朗的作戰。這是來自於這個外媒做的最新報道。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賴老師怎麼看了？川普一邊喊重拳，但另一方面他要面對的就是國內現在呢這些彈藥、攔截飛彈、防空飛彈耗竭的問題，還是說五角大廈提供給他的情資過於樂觀了呢？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五角大廈不會提供過於樂觀的情報資料給總統看啊，因為一般來講啊，這個美國的情報系統，尤其是軍方的五角大廈，他們是比較嚴肅的啊，所以
我覺得川普的情報一直都非常清楚，而且不要忘了，這個美國的彈藥不足，這個不是今天才出來的消息，是上個月早就出來了，而且更早以前就已經都一直在強調啊，說美國的彈藥很有可能會不足。他們當時你還記不記得，美國駐聯合國的大使還在罵這個《華盛頓郵報》說，你這個應該要進監牢裡面去。啊，你怎麼可以講我們的彈藥不足，長他人的志氣等等？這代表什麼？這些訊息早就一直往上傳了。我不相信赫格塞斯會攔截這些資料，因為川普的情報不會只有從五角大廈，而且不會只是從這個赫格塞斯來。川普的情報系統是每一天都有《國安日報》要讀的，《國安日報》裡面有情報總監，有國家安全會議啊，他們的秘書。也就是他的白宮安全助理，他們要會診各個單位，他還有陸軍部長、海軍部長、空軍部長，他們都是管這個陸軍、海軍、空軍他們的武器裝備的。所以所有的這些部門，因為參謀長軍人他是管使用，怎麼操作、怎麼使用，部長他是負責後勤裝備，我滿足你的需要。所以有陸軍部長、有海軍部長、有空軍部長，都是文人。那這些情報資料都要往上送的，還有國防部部長情報資料也要往上送的。是，那怎麼可能赫格塞斯一手遮天，我全部攔下來，不讓上面知道？不可能的事情。現在的情況是，川普要故意卸責甩鍋，找這個赫格塞斯來背。赫格塞斯當然要背，而且他一定要整個背下來。背下來以後沒多久，你會看到這段時間不要露臉，這段時間。少出風頭，然後好像就是所有的責任都是他扛了，是他的錯，然後川普都被蒙蔽了。沒多久以後，他又愛死了赫格塞斯了。這個是川普常常過去演的戲碼嘛。有責任就下面背，下面只要不吭一聲，那麼之後他又會擁抱他，又會愛他。這個一定是這樣演的。那如果赫格塞斯頂嘴，那赫格塞斯就準備下台了。赫格塞斯不會頂嘴。他一定會把這個鍋扛進來，等到他真的決裂了以後離開了，他就反罵了嘛。這個美國的政客永遠都是這樣，離開位置以後就全部開始炮火全開，猛攻這個川普，把他的底都泄出來。這是過去的部長被開除以後，他們的最後的反擊都是採用這套。所以事實上是川普在賭什麼呢？賭說我彈藥還沒見底之前，你伊朗就屈服了。所以他本身維持一個用恐嚇威脅，然後又一下子重炮，一下子又威脅，不斷的在這個交叉的進行中，他認為那個伊朗遲早會屈服，他認為，但是很明顯的是他判斷錯誤嘛，因為伊朗就是不屈服嘛，伊朗不屈服，你也不敢出動地面部隊，那你只能用轟炸的方式，最後你的彈藥當然就見底了，再加上。美國的國防工業，它現在的稀土的存量不一嘛，有的夠，有的不夠。可是你要做成1枚導彈，你的稀土全部都要齊備的，因此它的生產量也供應不上去，生產供應不上消耗，再加上其他的戰區的司令根本不願意把它的這個家底拿出給中央司令部用嘛，並不是說美國真的是都沒有了。你現在問題是太平洋戰區的司令帕帕羅願意把他的導彈丟給中央戰區來使用嗎？歐洲戰區願意給中央戰區來使用嗎？如果他們一旦把他們的庫存的都丟給他來使用，一旦你在亞太地區被中國大陸知道了，或是被他的敵人知道了，他在亞洲開一個戰場，在歐洲開一個戰場，那這些司令不是下台，他們才不會把他們的家底洩出來。所以現在缺的是中央司令部，不是美國整個彈藥庫存不夠。好，所以我們看到現在美國面臨最大的問題，尤其是特別在中東地區，現在呢彈藥不足的問題，而且生產也來不及。那另外一邊，那美國接下來怎麼辦呢？如果川普他很強勢的說，不管怎麼樣，我就是要做進攻，那彈藥不足，他們接下來會怎麼做？我們也進一步做一個預測，他勢必要加強的就是他的戰機跟轟炸機，接下來出動的比例就會提升了。那這些戰機跟轟炸機，他們就必須要更深入，因為沒有飛彈了。到這個伊朗的領空，或者是靠近它的防空武器的射程，才能去投飛彈。一邊是美國的進攻，希望能夠持續擴大，但是另外一邊，伊朗方面的手勢現在也持續的擴大，而且還有了其他國的幫忙嗎？這是來自路透社的最新爆料說，伊朗可能接下來在幾週之內
就會來接收來自於大陸的陸制的這些肩射防空飛彈，最多說可以達到400套的人攜式防空系統。好，型號的部分有2款，帶觀眾朋友來看。第一款叫做前衛12，第二款叫做飛弩16。這些的優勢就是說，它主要是打這些低空來的直升機、無人機、巡弋飛彈、戰機等等，所以補足了伊朗在低空這邊過去比較不足、比較弱的一個防空的武器。那外媒也預估了說，伊朗現在讓美國真正痛苦的關鍵，還有它是以量來破質，它發射大量的低成本無人機、巡弋飛彈、彈道飛彈，消耗美軍這些價值數百萬美元的攔截彈。酈將軍怎麼看目前伊朗的攻勢？我怎麼看？我現在就一句話哈：川普投降，油價正常。如果川普我想這場仗應該到現在為止應該看得出來，這個美軍來講可能打不下去了，不管是彈藥不足或者是士氣低落哈，然後美國自己要面臨國內政治上的壓力，所以說我認為川普這個當然他不願意承認說用投降2個字了。可是現在看起來，他這個不斷的退縮，從原來設定的戰略目標，這個要伊朗推翻他的神教政權，然後讓伊朗不能發展核子武器哈，叫伊朗不能發展對以色列可以攻擊到的長程彈道飛彈。看起來這3個目標不但都不能夠達到，反而這個原來荷姆茲海峽可以自由通行的，現在變成這個美國來講的話，只要以能夠恢復荷姆茲海峽能夠自由的通行這個最低的要求，我看現在都做不到了。所以我特別要講，現在只有一件事情，川普如果你投降的話，可能全世界的油價就可以恢復正常。是。第二個，我們看美軍中國有沒有提供伊朗這種肩射型的防空飛彈400套？我覺得這是美國所放出來的這種訊息，目的在將他這個戰機不敢進入伊朗的領空自己找一個台階下甩鍋給中國，說中國提供了。為什麼我這樣講呢？2個理由。第一個是這種肩射型的防空飛彈，事實上伊朗自己就有生產，他不需要從中國來提供給他400套那這個除了他自己能夠生產之外，我們要知道，如果說是願意提供給他的國家，包括俄羅斯也有這種型的導彈，這不是很這個稀奇、很稀有的武器是。那第二個理由是這款導彈大概肩射型的，你射高大概就5公里，然後作戰半徑大概也就6、7公里這個範圍有限，它是隨身攜帶的，就是萬一這個你的區域防空這個。整個區域來講的話，200公里的導彈，沒有辦法擊中敵機之後，當敵機飛臨到你的面前，你最後為了自保再用肩射型導彈，就有一點像軍人打仗的時候帶手槍，你知道？這個你真的是跟敵人拼命的時候用的是步槍、機槍、長射程的武器，那個手槍是最後萬不得已，這個為了自衛型的武器對，所以肩射型類似這種性質，對防空類似這種性質的武器，那你想想看。它對美國的戰機會構成威脅嗎？但是美軍的飛機現在很明顯的不敢進入伊朗上空來攻擊。你知道美軍有一個作戰有個特色，就是很怕死這個一定要在安全的地方打安全的仗。其實我講這話是有道理的，這不是說瞧不起美國軍人，而是這個美國來講，他們國內來講，如果說有官兵陣亡呢，那政治上的壓力是非常大的。首先，他就任何作戰的狀況，第一個要保全這些官兵的生命，因為大家每天給你算嘛，1個、2個、3個、4個，今天已經第18個了，全世界都要給你算。那你想想看，就中央司令部這種壓力有多大？所以他打這場仗，他只能在安全的地方發射這種武器。比如說海軍來講的話，它的這種戰斧型巡弋導彈，它可以在1800公里之外就由艦艇來發射，你伊朗打不到它艦艇。那它的陸射型的武器就是我們現在講的這種陸軍中程戰術導彈這個射程500-600公里以上，或者是它的精準導彈，都是在安全的範圍安全的距離來講發射這個導彈。那空軍如果說是戰機要進入轟炸來講的話，因為空軍所攜帶的彈藥，戰機所攜帶它的射程就相對會比較短，那你勢必要進入伊朗的領空，那你進入伊朗領空，當然就會有被伊朗擊落的可能性這個是因為之前這不是沒有，雖然說我們認為伊朗它沒有它沒有戰機，也沒有這個高階的防空導彈，
但是它依然可以擊落美軍的戰機。怎麼擊落到現在是一個謎哈，因為美軍的有一架 F-15戰機不是在那邊被擊落，為了他們去救那個自己還損失很多架飛機。那到底什麼擊落不曉得，可是只要有一架戰機被擊落，美軍的飛機就不敢進去。所以現在美國只能這個凌空去打。那在這種狀況下，你又不敢真的是深入，只能靠空軍轟炸，我覺得結束不了這場戰爭的。好，這個一方面是陸地上我們要關注會不會引爆下一場戰爭，那另外在荷姆茲海峽也是同時美伊現在最在意的議題。那先前伊朗跟阿曼不是在談嗎？接下來是要共管還是說怎麼樣處理？那現在有一個最新消息是伊朗要求接下來這些船只，來自於路透社的報道，2個要求。第一個，這些船只要是進入或者是離開波灣地區的話，要通過伊朗的水域，就是由伊朗自己來主導了。那第二件事情是，伊朗要求通行的船舶收取服務費，那麼比例可能是高達貨物價值的5%到7%左右。意思是說，伊朗現在已經制度化的要去管理荷姆茲的意思嗎？楊老師怎麼看？我算了一下，如果是5%的話，裝滿原油最大的油輪，它叫 VLCC， 大概可以裝200萬桶。那以現在的油價大概是80塊美元嘛，所以一艘船的原油的價格大概是1.6億美元，不少。那如果是5%的話是多少？是800萬美元。7%的話就1120萬美元。那過去在戰爭之前，每天經過荷姆茲海峽出去的大概是2000萬桶原油，所以大概就10艘最大的 VLCC， 那就是至少一天它光是原油的收入，如果照7%的話呢，它就可能來到了將近有1.1億美元。這只是原油、天然氣、大宗物資，這些都是一樣，要算錢的話，這是個不得了的生意。阿曼怎麼可能拒絕？伊朗怎麼可能抗拒？你就算打個對折也不得了。那伊朗為什麼要這個東西呢？其實就展現，一方面是展現他控制荷姆茲海峽的能力，二方面當然這個收入對他自己的經濟重建、政權掌控有很大的幫助。那能不能夠這麼做，這已經不是國際法的問題，這已經是在這一次美伊戰爭之後，伊朗他覺得他有權利這麼做。因為他要掌控這個荷姆茲海峽，美國能不能夠拒絕？美國大概可以持續的跟他在這種拉鋸，就是說希望其他的船只照美國的指定走靠阿曼這邊的航線。那你就看到過去這段時間，伊朗就打，伊朗就教訓。那阿曼現在也了解到了，其實你怎麼去弄，除非美國要把這整個附近的島嶼，那個格姆茲島嶼，像比如說比這個我們台北市還大的那個島嶼，還有就是相關的附近的通通佔領，美國也做不到全面掌控荷姆茲海峽。所以呢，這樣子的情況，阿曼現在大概也看清楚，與其抗拒的，不如跟他合作，自己也賺一筆。那因此，我覺得，這個就是現在美國能不能夠接受，我們也許不到48個小時就會知道哈。但我覺得，伊朗會不會這個因為美國而再次偉大？其實他已經就是偉大，但是呢，美國不希望他偉大，美國不允許他偉大。所以我個人覺得哈，美國就是為什麼再打這一波，他就是不願意讓伊朗那麼簡單的就重新回到一個正常國家，發展經濟，得到援助，掌控荷姆茲海峽，然後呢成為中東的強權。他不希望如此，他希望至少維持在戰爭之前，美國持續對伊朗的制裁，使得別的國家，舉例而言，俄羅斯、中國不敢明目張膽的去援助他，而使得伊朗長期的還是停留在困境、經濟的困境、軍事的困境當中。那但是如果這樣子的話，你荷姆茲海峽就被伊朗給卡死，所以就變成一個就是兩難的這個處境。我們看这個川普接下來是不是這個再一次的 taco？ 不過我們已經吃了太多的 Taco Bell 了哈，那吃他那個萵苣都會肚子不舒服，所以呢，川普如果再讓大家吃一次 taco 哈，那這個人真的是沒有信用到底。可是他又怎麼解決呢？這也是一個困境。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接下來有關於世界地球上面的第二個戰場，我們要來看到是俄烏戰爭有了一個關鍵的突破。現在俄軍的飛彈雨打穿了基輔的防線，包括了在當天。俄羅斯祭出的28枚高速飛彈，而且是零攔截下來的。烏克蘭現在面臨的問題，則是愛國者飛彈已經見底了。但是他同時也在反攻俄羅斯的本土，戰火現在甚至燒向了平民嗎？今天會做深度的剖析。好，俄烏戰場上面的另外一個關鍵持續擴大，就是雙方現在透過不管是無人機、彈道飛彈、巡弋飛彈來決定這場戰爭到底誰可以撐得比較久。最新進度我們要趕快來看到的是在8月5號這一天了，俄羅斯發動了這個被媒體形容是近期最大規模的一次空襲哦，一共是發射了115架的無人機，28枚的高速飛彈哦，包括了當中有彈道飛彈，目標直指的就是在這邊基輔的無人機工廠，還有它的軍事交通節點跟武器物流中心這些很重要的補給地。當天的攻擊造成了17死跟44個人受傷。然而現在呢，其實烏克蘭最頭痛的問題不是沒有防空系統，而是沒有它的這個防空攔截彈正在快速的消耗當中。好，我們特別看到到底消耗的速度有多快呢？澤倫斯基說的，光是2026的上半年，西方提供給烏克蘭的防空攔截彈只剩下跟去年同期比剩下1/3而已，甚至出現了說俄軍他發射了27枚彈道飛彈，但是烏軍因為攔截彈不夠了嘛，只攔下了27枚當中的1枚而已。所以是不是俄羅斯現在發現哇，原來烏克蘭現在的弱點就是在他沒有飛彈可以把這一些攻擊武器給攔截下來了，所以他擴大他的攻勢。那怎麼樣子擴大攻勢呢？首先，俄羅斯他說他會先出動他的無人機系列，包括天竺葵無人機等等，先去干擾烏克蘭的雷達，消耗他們的防空彈藥之後，再出動了這一些匕首高超音速的武器，還有包括了伊斯坎德飛彈等等，來集中突破烏克蘭哦。那麼我們來看到烏方也不是坐着等着挨打而已，他們同時把無人機燒進了俄羅斯的本土之內。兩大戰線，第一個是俄羅斯，它的莫斯科的州工業區遭到襲擊，造成了5死10傷。第二個地方包括了克里米亞，還有俄國它很重要的能源倉儲跟物流設施也是發生了大爆炸，一共是造成7死40傷哦。所以看到互相的攻勢都是非常的大的。俄羅斯更是爆出了一個驚人數字，他們認為說他們現在的攔截力啊，還有攻擊力是非常強的。防空系統一共是擊落來自於烏克蘭的攻擊，包括了1000多架烏克蘭的無人機，還有10枚的導引航空炸彈，還有2枚這個美制的海馬斯。他甚至宣稱說烏軍一天損失大約可以達到1380人。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賴老師怎麼看了？一邊是俄羅斯的這個攻勢越來越大，而且手勢看起來，如果照俄羅斯的說法，是不是也變得越來越強呢？那烏克蘭現在是靠低成本的無人機反攻，真的能夠拖垮他們現在所謂彈藥還有長程武器不足的問題嗎？賴老師怎麼看？烏克蘭的無人機的戰術啊，由於它的戰爭的節奏不夠緊密、不夠快啊，所以它沒有辦法充分的癱瘓或者摧毀啊這個俄羅斯的經濟啊這個生產的命脈。例如說，它的石油、天然氣的供應量啊，它沒有辦法整個把它癱瘓，然後沒有辦法中斷它的一個生產，它有造成它的損失，但是那個損失是可控而且可修復。一般來講，我們在講戰爭節奏的時候，像我當時在北大西洋工業組織啊，在那邊見習的時候，我們通常強調的就是你戰爭的節奏要夠，也就是我一波一波打，然後讓你根本就喘息不過來啊。但是問題就在於我們看到啊，這個烏克蘭的這種打法，第一個零零星星，它有造成這樣的一個動物建築的傷害，這樣的一個這個成品油的一個油庫的傷害都有損失，但是那個損失是可控的、可承受的。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它可被修復，因為你沒有接二連三的攻擊，然後讓它整個都被毀掉。它再修復完了以後，它一樣可以再重新運轉。所以我覺得，以目前的情況來看，烏克蘭的這種打法，它的無人機的特性，俄羅斯的了解跟掌握的能力就越來越強了。那掌握了解能力越來越強，它本身反無人機的這個效果就會越來越大。這也就是構成了烏克蘭的無人機的效果在遞減。那麼另外一個部分，我們剛強調的，由於烏克蘭有無人機沒有錯，但是它沒有無人機的戰術、戰法、戰略。所以無人機本身能夠產生的效果還是有限，零零星星的東打幾個，西打幾個，東打幾個，這個對於一個遼闊國土遼闊的這個俄羅斯來說，它沒有辦法形成有效的這樣的一種打擊力道。那反觀俄羅斯，它現在趁着烏克蘭現在的防空能力不夠，由於歐洲國家也自身難保，因為他們主要還是要依靠美國的供應，可是美國的愛國者導彈本身的供應量也有限了，再加上他到目前為止糾結於要不要授權給烏克蘭來生產製造，因為如果他一旦授權的話，那很有可能俄羅斯他就更無底線的把他所有的導彈的技術，甚至防空導彈的技術移轉給朝鮮的話，那會改變整個東北亞局勢，而且會造成美軍在東北亞的軍事基地更大的傷亡，因為美軍在韓國、在日本的軍事基地跟部署的人數是多的，更何況如果朝鮮的這種導彈的精準度越來越高，而且速度越來越快，甚至朝鮮的防空能力越來越強大的話，這個對於美國在東亞地區也都陷於不利的地步。所以對美國來講，川普到底要不要授權給這個烏克蘭自己去發展出愛國者導彈，他也是在糾結。那以現在烏克蘭剛好沒導彈，那他當然就是任俄羅斯怎麼挨打嘛。可是不要忘了，最新的消息是烏克蘭放出來的消息，就是朝鮮把他的這個火星10跟11B A 跟 B， 它都送到烏克蘭送到俄羅斯去了。目前組建的一個導彈旅，那這有120枚到150枚左右的這個導彈，那這個對於烏克蘭來講絕對不會是好消息嘛，因為它即使精準度不夠高，但是它的戰術靈活性，還有它的這個彈藥的爆炸性的威力是強大的，它不需要很準了，所以它只要造成廣大的平民百姓的死亡就行了。所以我個人覺得，俄羅斯使用這個朝鮮這個權力的一個供應的導彈來講，這個對俄羅斯對烏克蘭來說也是不可承受的這樣的痛嘛。好，一邊是我們看到烏克蘭現在面臨的問題有缺乏導彈，那另外一邊等一下也會請酈將軍來幫我們分析俄羅斯它現在的攻勢到底是什麼。那我們也看到說，現在呢整體來說，俄羅斯其實對於烏克蘭來說形成了一個新的地面作戰的模式哦。而過去俄羅斯是大量投入正面來攻堅的，但是他現在採取的戰術是空中先削弱，地面再做蠶食。好，先利用無人機、滑翔炸彈、飛彈摧毀烏軍的補給線、交通節點跟後勤的基地，然後再讓地面部隊來做推進，避免大量的正面的衝突造成傷亡哦。另外就是現在俄羅斯特別使用去改造了這個伊朗它的見證者無人機，去把它升級之後，再把它放回戰場當中，這也是它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戰力之一嗎？那酈將軍怎麼看？那你知道西方兵聖克勞塞維茲他講了一句話：戰爭最終的目的是要屈服敵人的戰鬥意志。所以我們看到俄烏雙方來講，現在用大量的空中攻擊，不管是用的是無人機或者是導彈，然後分別都是對對方的不管民生設施或者是首都，像俄羅斯攻擊烏克蘭的就直接往基輔方面來打，然後基輔來講也用大量的無人機攻擊俄羅斯，包括它的煉油廠，包括莫斯科還有聖彼得堡這些城市。很明顯的，我覺得雙方當地面作戰來講，陷於一種僵持的狀態，雙方都想借着空中的攻勢來屈服對方的戰鬥意志。那但是我們現在來做一個比較這個俄羅如果說按照我們現在這個得到的數據，這個就無人機的部分，俄羅斯這個總共發射了多少架的無人機？總共發射115架，其實上數量
不多哈。那當然烏克蘭說攔截了90%，也就是說還有大概10幾架有擊中目標。但是我們看到這個俄羅斯這個發射了多少架的無人機呢？那烏克蘭發射多少架無人機呢？烏克蘭發射的無人機哈，俄羅斯攔截下來的就1083架，可見呢在無人機後續的這個數量上面來講的話，烏克蘭很明顯的數量來講是優於俄羅斯的。可見呢這一段時間，我們知道他前一個國防部長哈就被換掉那個國防部長，他的策略是對的，他在大量發展無人機的這種武器。但是我們第二個就導彈來講的話，很明顯的這個俄羅斯用的是高超音速的導彈但是這個烏克蘭只能用到什麼最高級的，也不過就是美制的海馬斯火箭炮，還不是導彈。对，那另外來講導航炸彈，所以說除了無人機，當然烏克蘭比數量多占了優勢，可是就導彈來講的話，或者是火箭來講的話，它卻遠遠落後於這個俄羅斯再來我們看攔截的效果，很明顯的。這個烏克蘭現在沒有辦法攔截但是這個俄羅斯確實可以很有效的做攔截，不管你的是火箭炮、海馬斯火箭炮或者是這個導引航空炸彈，或者是無人機，現在俄羅斯的攔截率確實是優於烏克蘭的，但是烏克蘭由於美軍沒辦法再提供給他這個愛國者3，所以他雖然說可以有效攔截無人機，但是對於這些這個高速的彈道飛彈或者是超高音速導彈卻沒有辦法攔截。那第三個，我們來比較一下，是雙方現在所打擊的目標。俄羅斯現在已經開始攻擊這個烏克蘭的無人機工廠、這個物流中心、交通節點，很明顯要將它的這種後勤的資源能量將它打斷掉。但是烏克蘭現在打的也是這個俄羅斯相關的民生設施，包括煉油廠這些設施為主互相都想要在空中武力上面來屈服敵人的戰鬥意志。但是我個人評估起來的話，現在俄羅斯在這方面來講也是略勝於烏克蘭一籌。好，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來看看，因為剛剛特別提到的有關於烏克蘭它很缺這個攔截彈，特別是愛國者飛彈的這個議題。那現在的關鍵點就是說，美國到底接下來要不要給呢？如果給跟不給，其實都會很嚴重的影響到烏克蘭現在基輔的一個進度缺乏了防空攔截飛彈的話，它就無法補充那麼基輔的壓力只會越來越大而已。那接下來怎麼辦呢？就是等美國嗎？還是怎麼樣？楊老師怎麼看？其實美國這也是凍結戰場了。那因為現在雙方相互的無人機和飛彈的攻擊，慢慢顯現出其實戰線拉長。烏克蘭這邊攻擊的這些無人機，其實也使得俄羅斯它的在烏克蘭的前線相關的這些反飛彈的這個部署，比如說 S-300、S-400，沒有辦法全面的照顧，所以他必須要做戰線的拉長，甚至做一些分兵的行為。但這是短期的，因為就長期的話，你看到俄羅斯今天對烏克蘭的攻擊就很清楚，烏克蘭對於相關的飛彈攔截基本上是沒有能力。那無人機的攔截效應上面是看到了，可是呢，它的庫存越來越少，烏克蘭這方面的庫存越來越少，所以換言之，我覺得烏克蘭是想要透過我們經常台灣也這麼講也就是所謂的 peace through strength， 什麼意思？和平以實力來確保和平。但川普不是這麼想，川普是 peace through deal，也就是以交易來取得和平。對，它一直都是一個交易的概念，而它不一定是說是金錢之間的这個交易。當然這裡面對它一定是最關鍵核心的就是這個財務。可是呢，從一個戰場上那個平衡，怎麼對美國有利，怎麼對川普有利，怎麼對他的選舉有利，其實他就希望這個戰爭能夠在選舉之前能夠穩定下來，甚至能夠進行談判。伊朗戰爭也是如此。然後呢，他從中也許能夠去影響，然後能夠把它變成他在選舉上、在政策上不斷在他的推文上能夠去自我誇耀的這個部分。那因此，我覺得川普這個時候扣留愛國者飛彈，一個當然就是凍結戰線，第二個當然就是迫使烏克蘭這邊面對現實。那當然呢，他也可能要俄羅斯這邊了解到，其實是美國的愛國者飛彈，使得你是不是能夠面臨到戰場的擴大，還是真正的能夠去發揮你的彈道導彈的這個長處。所以呢，最後你可能還是要去
聽進去川普自己本身他的要求，所以 peace through deal 他雖然不在談判桌上，但是呢，川普就透過這樣子的方式，讓他也能夠去影響談判的進行。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好，接下來關心北京不開一槍就逼瘋美軍了，原因是什麼呢？因為他現在掌握了全球近80%的烏在手中，所以呢，造成美軍現在包括他缺少的穿甲彈、飛彈，還有戰機的引擎全面告急。這時候川普怎麼辦呢？他極簡廢烏來救美國的軍工。好，我們今天來一個深度的剖析。美軍的彈藥庫現在危機已經從倉庫裡沒有飛彈燒到了工廠裡面沒有原料，這個原料就是烏。今天會來做討論，因為呢，我們看到美伊戰爭當中，美軍已經把他的我們剛剛特別提到長程的精準飛彈、愛國者、薩德系統等等都快打完了，所以呢，川普現在說，我們軍工產業要趕快加緊，來趕快生產武器吧。尤其現在缺乏了非常多的武器，川普這當中也特別提到了，包括了有這個飛彈、穿甲彈、戰機的零件，還有最關鍵的烏，這些都是他們最需要的。那因此，川普現在就宣布了，包括說他要對烏的廢料，還有含烏的這些電子的廢棄物呢，趕快來進行出口管制，而且這個措施一實施就會是1年，都不可以做任何的出口，包括這些烏的廢料。他甚至也說呢，如果未來去海外做加工，再運回美國的情況，這個是可以暫時獲得豁免的，因為真的是實在太缺烏了。那為什麼這個廢料都不准出口？為什麼美國這麼缺烏呢？原因就是因為從2015年當時開始，美國就已經沒有這種商用規模型的烏礦來做生產了。最嚴重的事情，雪上加霜的是，中國在去年的時候，它突然加強的對烏的出口管制導致說現在美國除了說，你只能從國外拿一些烏回來之外，你也只能靠回收這些廢烏來做這個武器上面的生產了。那麼現在呢，美國接下來怎麼辦呢？美國烏回收的商就示警說，你以為你這樣子真的可以救得了你這個缺乏的烏嗎？他說你不可能把廢料變成軍工用品，這是需要花非常多的時間了，更不要說呢，你其實要做這個廢烏轉換成軍工武器，你知道是經過非常多的層層的加工，還有精煉技術等等，才有可能達成的。那麼這正是美國最缺少的，就是這些中游的加工鏈。請問賴老師怎麼看？現在美國所缺的這些武器，我們剛剛講的嘛，飛彈、穿甲彈、軍工零件，真的有可能快速的自己補足嗎？那限制烏的出口，到底對美國的軍工是好還是不好？賴老師怎麼看？當然不好嘛！你有沒有考慮過這個質量的問題啊？也就是說，這些武器彈藥要用的這麼重要的這些元素不管是稀土或者是稀有金屬你要用這麼重要的元素，它的纯度很重要啊。為什麼中國大陸能夠在全世界佔有支配的地位？就是它的品質特別好，而且大家都知道，只有大陸能夠提煉出他們在製造這麼強硬的這麼堅固的、這麼耐熱的的這些武器彈藥，它所需要的元素，這個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嘛。但是問題就在於，你要從廢料裡面來回收，回收以後你要把它。你要用多少人工、多少力量，然後去把你所要的核心的廢料把它取出來。取出来以後，你要再把它先拆解，拆解完以後再把它溶解，溶解完以後再把它稀釋，稀釋完以後再把它提煉。你這個程序你要花多少時間？你要花多少時間？你要花多少年？這是第一個。第二個，你的純度到底能不能夠到你所要的那個標準？更重要的地方是在我們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提煉烏到最後還是要送到中國大陸來。那你今天你說把這些已經被污染或者被使用的，然後你再把它還原成為純粹的烏粉，
你有這個本事嗎？這個是不是還要送到中國大陸來進行最後的加工？如果說不要，那你就說，那我就把这個有瑕疵品或者是說成分不足的這些鎢，我把它拿來做彈藥。那你這個時候你彈藥會不會發生膛炸？會不會發生它的抗耐熱不夠？會不會發生它的硬度不夠等等的？然後會不會造成最後的軍隊買到的用到的一批是有問題的這個彈藥？這個彈藥以後的保存，我按照我常規的方式來保存，會不會造成問題？溫度一高或者一冷，會不會出現什麼地方？會不會出現什麼狀況？例如說我在船艙或是在坦克艙裡面，溫度一升高以後，它會不會造成溶解？會不會造成爆炸？會不會造成我自己本身坦克的問題？這些都是未知數。為什麼？因為你的原料都變了嘛，你的原料已經不再像過去我說，我這個純度这麼高，我當初用這麼高的純度的鎢，我摻多少進來，然後我再加上多少元素進來了以後，我做成為這個武器。我現在用的都是有瑕疵的東西。對，所以我覺得美國人真的是已經是窮途末路了，他不知道怎麼辦了，但他還是需要武器。他不知道怎麼辦，他需要武器，然後他又不肯跟中國大陸和解。那你是把自己陷入死亡這條路嘛？你根本沒有別的路走了。好，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到底怎麼辦呢？等一下也請酈將軍來看，難道就等於說直接讓中國大陸去卡住美國獲得軍武的或者是生產軍武的一個能力了嗎？我們現在來看到，其實我們開始做這個鎢為什麼那麼缺少？剛剛也特別提到了嘛，是從去年開始的，中國大陸限制不管是鎢還有其他的元素，包括了還有地、還有鈽跟鉬等等這些關鍵的物資都不可以出口。那對於軍工產業來說，就造成說，包括我們的飛彈啊交付會導致延期，甚至彈藥的產線也會停擺，甚至前線的部隊都沒有足夠的一個庫存了。再來就是說，很關鍵的事情是，大陸掌握了現在最多高達85%的鎢的礦產量，遠遠超過第二名的越南跟其他國家。所以美國如果不跟中國大陸和解，接下來怎麼辦呢？哪一些武器可能會嚴重的缺乏？那酈將軍又怎麼看？其實，在上個禮拜我們台灣發生一件命案在屏東，一個姓黃的老闆被在家裡面被人家這個殺害了。那殺害之後，但是呢，這震驚台灣的國安高層。為什麼會震驚國安高層？因為他是台灣唯一一家能夠做所謂的鎢的中鎢酸銨的公司哈。中鎢酸銨是什麼？是就是因為你所有鎢礦要經過中鎢酸銨之後，然後生產改成中鎢酸銨之後你才可以提煉成為鎢粉哈。所以這中間這個過程，那台灣只有這麼一家他會做。那這個人發生命案以後，那國安高層就馬上聯想到，是不是你這個牽涉到國安的問題？那後來當然事實證明不是了。目前水落石出，這個命案純粹是他個人的這種，不管是感情或者是其他財務的問題。可是我們從這件事情就可以知道這個一個中鎢酸銨生產這家公司的老闆發生命案會引起國安高層的重視，就表示鎢這種礦物來講的話，它的重要性有多高？它就是國安高層很重要的。第一個為什麼鎢這個很重要？第一個它的熔點它熔點可以到3422度 C 這麼高，也就是說你所有戰機這個飛機的引擎這個我們都知道，或者是火箭來講的話，你這個發動機的引擎那溫度都很高的嘛。在這麼高的溫度下，大概只有你必須要用鎢才能夠承受得住這種高溫。第二個，它的硬度很硬，它的硬度是什麼呢？在自然界裡面是僅次於鑽石的。所以說在軍事上面很多武器要用到這種東西，譬如說是我們講防禦型的，像你戰車像我們台灣要生產，不管是這個雲豹戰車這種防護力來講，你那個鋼板要夠硬，才能夠抵擋住人家的攻擊，所以一定要有鎢這種東西你的鋼板才夠硬。那攻擊的武器，我知道大家都應該聽過一種武器這個戰車現在發射的炮彈它不像說以前的穿甲彈以前穿甲彈它是利用火藥的力量錐形裝藥，它把火藥集中在一個點，燒透你的鋼板以後，然後噴進去。那現在光這個力量，火藥爆炸，這種錐形裝藥已經不夠，它還用的炮彈叫做這個脫殼穩翼穿甲彈它射出以後，那殼會翻開，跟一支弓箭一樣，就中間那支弓箭一樣射，
那這支像弓箭一樣的彈頭哈，它沒有爆炸，沒有火藥，它就是跟一支弓箭一樣，射穿你的鋼板，可以射穿鋼板到這個50-60公分以上。那靠的是什麼？就是因為靠的就是它有這個硬度，所以你才可以有這種彈藥。那這個是打戰車用的這個脱殼51裝甲彈哈，穿甲彈。另外我們來講，一般這個如果說我們對於輕裝甲，像我們50機槍射擊的這個穿甲彈，用的這個也都是必須要用鎢來制作。但是現在啊，由於這個鎢中國占了全球80%到85%的這種礦產那麼多哈，等於掌握到全球的這個命脈。那美國來講，非常的着急哈，所以美國現在來講，它只能做什麼？就跟它的稀有金屬一樣，它開始去拆這個廢棄的冷氣機啊，想辦法從裡面去提煉出來稀土原料。那鎢也是這樣，現在美國自己沒辦法提煉出來鎢哈，它只有用廢棄的這些東西。這個包括鋰電池啦，光鍵的礦產物、廢棄物來這樣提煉出來，但是提煉出來，我跟你講，它很寶貝哦，它不是提煉出來以後，它還限制你出口，因為中國來講哈，我能夠跟國外買就跟國外買啊，這個它也要跑去跟美國買，它除了自己國內生產，它還跟國外買，但是跟美國買，你知道中国商人出手有多大方嗎？他出5倍的價格來給你買，就美國人自己搶不過中國人，你知道？就美國的廠商搶不過中國的厂商買這些鎢粉，所以川普现在不得已只能祭出最後的法寶，就是限制他出口。你再多錢我都不賣你，我們自己國內必須要用。所以從這個過程裡面，我們就知道美國對於這個鎢的這種礦產的需求有多急迫。好，所以現在美國缺鎢的話，第一個是限制出口嘛，第二個還有回收這些廢棄物，那第三個，然後再做這個精煉。第三個還有他們想到的辦法，就是說，他們發現了在美國的內華達州，好像這邊有一個大型的鎢資源，那預估它的規模可以達到生產178萬噸。但是他們現在說，如果要去開採，要5年以上的時間呢，而且這個之後的加工環節又怎麼辦呢？第四個方法就是找上了其他的外國盟友，包括了现在找上的包括了有哈薩克跟南韓等等，但是去中化真的做得到嗎？楊老師怎麼看？基本上要完全去中化是100%做不到。那你要部分去中化也會花大成本，而且長時間。那這個講長時間，可能至少是以10年、20年來去估算，而且是部分。什麼部分呢？現在美國、韓國、日本在做的，就是希望軍工產業這一塊。剛才酈將軍所講的軍工產業的這些層面需要用到鎢的，但是鎢的現在應用的範圍越來越廣泛，半導體啊，或者是精密工業的切割的這些工具，通通都要用到鎢。是。那中國大陸剛才一直不斷的告訴大家2點，第一個，80%的礦產在中國，那這個跟稀土就不一樣了。你再去哪裡挖，哈薩克或者是韓國或者是這個。剛才講到的猶他州，那其實都不夠。那我們就以韓國現在正在持續開發的叫做上東鎢礦，上下的上，東西的東，年產量是2300噸。中國大陸幾萬噸，對不起，每個月的產量2300噸，中國大陸是數萬噸。那2300噸，它可以大概滿載的話來到1倍，4600噸。而這裡面呢，很清楚。90%的礦被美國的軍工產業給訂走，在美韓的軍事同盟關係的情況之下，其實這個鎢礦是美國的軍方是指定的，而且它的煉製的技術其實都還沒有成熟到，就是在半導體或其他的這些工業的應用。那基本的軍工產業的這個使用，美國這方面、韓國這方面這個技術還可以。可是你要再提升，那你要進入到中國又掌控的，就是相關的這些技術、生態系啊，以及當然成本的考慮。所以你現在是說，美國我看他現在到哈薩克、到美國的本土自己去找這個鎢礦哈，那大概就基本上是要把美國的軍工業給確保在這一塊能夠有持續穩定的鎢礦的供應。那但是呢，供應的層面。可能也都是現狀的這些武器的使用。如果你未來精密武器的發展需要更精密的鎢礦的運用的話，那其實這個技術又回到中國大陸去。所以簡單的說，
你要完全的跟中國大陸去中化的這個烏供應鏈呢，其實做不到。那部分軍工產業，他們其實是有在做，而且持續在做。可是呢，這個產量少，而且必須要以美國為主。那這是在整個美國掌控，就是這個工業的供應鏈以及軍工產業，還有跟這些國家的軍事同盟關係之下。那因此回到後來，你韓國、日本自己本身的，你就必須要去跟美國共享了。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好，科技戰要來看到是川普封鎖中國，但是他現在陷入的3重危機，等一下我們一一來拆解。第一個就是美國呢，42州現在都爆發了這個抗議，而且是多達了140幾場哦，因為這些人民不想要建 AI 的資料中心，於是就爆發了各種的反彈聲浪。第二件事情是包括了三星跟 SK 海力士等等的韓國廠，他們為了避免來自於美國的限制，於是轉向中國大陸，希望去買中國的半導體設備。第三件事情是北京擴大它的科技上面對於美國的制裁，包括了說有7家的美方實體，它都把它陷入在制裁的名單當中，包括了對美國無人機的制裁等等。好，現在呢，美國的 AI 晶片霸權恐怕糟粕的是內外夾擊。今天做深度的剖析。好，來看到的是這一場來自於科技上面的壓力哦，川普的3重壓力。剛剛我們特別提到了盟友轉向，還有大陸的限制等等。那我們看到具體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因為美國的科技巨頭為了要搶占 AI 的競賽優勢，現在投資的錢真的非常的多，達到了1000億美元要建設 AI 中心。但是大家要知道，你要建這些 AI 中心，要的電力啊，要的水資源跟土地實在是太多了，所以民眾就開始起了反彈，包括現在在全美，包括多州都串聯起来了各種的抗議活動，反對美方去建 AI 的資料中心等等。那沒有想到這時候川普是這樣子說的，他指控中國大陸說，今天爆發這種各種的抗議背後可能都有北京勢力的介入，所以人民才會起來反抗。真的是這樣子嗎？那酈將軍又怎麼解讀？這次這個反對資料中心的建設其實上就在美國來講是少數幾個議題能夠全美國可以不分黨派不分意識形態大家共同的一種看法那我把幾個數據跟大家講，就知道為什麼我講美國這是不分黨派。是通常共和黨這個比較這個多數的，像德州來講的話，他總共辦了18場的抗議然後民主黨這個加州是民主黨的這種支持的比較高的掌控的州還有8場的這種抗議。那另外來講，比較偏共和黨的，包括佛州、包括印第安納州都各有7場。那搖擺州也有，搖擺州這個包括喬治亞州11場，賓州17場所以說美國可以說這個反資料中心是全民共同的一個共識。那在這種情況，這是誰所造成的這種渲染呢？是一個其實是不是共和黨，也不是這個民主黨，而是有一個叫做這個右翼的民間組織叫做茶黨，他所發起的，他領導人所發起這場運動，他把它定的名稱叫做人類優先的組織他組織一個人類優先，為什麼呢？就是他講的嘛，你說這個水資源是人類必須要優先的。到底水資源要優先去弄 AI， 還是人類必須要用？所以他認為，基於這種理念來講的話，你也不應該浪費太多的水資源，還有土地，甚至於在這種電力方面用在發展 AI， 而應該要以人類為優先。那這次美國如果說是要建 AI 資料中心，你知道難怪這些人會反彈到這種程度我舉一個例子像這次加州這邊他們在沙漠區裡面。因為他們計算過，如果要設 AI 資料中心，它用的水要到9.84億公升那麼多，那確實會影響到老百姓嘛。對，所以這次來講的話，
全國都引起有這種共識來反對這件事情興建。那就川普來講的話，他唯一一個就是把這個鍋又甩給中國，都是中國這個在煽動這個中國在北京勢力介入所造成的。事實上是美國全民老百姓的共識。好，這個是 AI 要發展哦。美國現在面臨的川普的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好，我現在要對於中國大陸做限制。各種的出口，但是呢，沒有想到也會害到自己的盟友，那就是南韓了。南韓的這些半導體大企業現在也開始重新做布局，甚至好好的跟中國大陸建立關係。最新消息我們來看到是韓國半導體的巨頭三星跟 SK 海力士，他們開始測試大陸的半導體設備了，也就是這個關鍵的蝕刻機。原因是什麼呢？因為這兩家大廠其實在中國大陸都有設廠，主要是生產這些記憶體相關的晶片哦。那三星在中國的西安 ，SK 海力士在無錫跟大連，他們擔心說，如果美國接下來進一步對中國大陸做制裁的話，可能影響到他們在這邊後續拿到美國設備的這些維護跟產能的擴張。於是呢，他們轉而希望能夠跟中國大陸的這些廠商來自己去買設備，而不再跟美國買設備。那另外一件事情，美國盯上的還有要对中國大陸的這個光模組來課徵這些關稅，也就是不讓它來進口。光模組現在中國大陸在全球的市占大約是56%而已。那如果美國真的做了一個出口的限制，他們靠自己的話，需要2年時間才能補上缺口。這樣子對自己真的好嗎？楊老師怎麼看這兩件事情？我在這裡也提過，過去美國科技戰對中國是希望把中國的工業打壓，然後成為一個孤島。那以美國的技術領先的這些不管是成品、技術設備、零件，甚至人才，那開始呢對中國進行一些圍堵、隔離、打壓。那希望中國的整個科技發展能夠慢下來。但這10年呢，這個孤島化現象反而是美國了。因為一方面是中國自己本身的技術突破、自主的發展，另外一方面呢是整個供應鏈、市場以及成本的考量。反而是加速了美國自己不得不把自己的邊境，比如說關稅這個高築，然後呢出口管制、進口管制，現在一切都開始採取更多的進口管制。韓國的這2家廠商本來在美國的科技戰之下，都用美國的這個廠商的一些設備，比如說應用科技啊等等之類的。結果現在美國更擴大它的出口管制，韓國為了要求生存，而且韓國為了求中國市場整個全球南方市場，它當然就開始要運用中國自己本身的這些這個設備。而這10年中國技術的發展也突破成熟的這個製程也完全沒有問題。那當然對中國而言這是個機會，為什麼？你進入到全球大廠的供應鏈，更加的去檢驗你的產品的這種適用性。那第一點。那第二點就是說，你在這個AI 資料中心的這些光纖設備的層面，那更是如此。其實美國整個大概目前為止有800座資料中心正在這個規劃新建，可是過去3個月已經停了大概1/10，80座，因為全美國人都在反對，42個州都在反對，他們對資料中心的反對比反對核電廠還要更嚴厲。是，好，那所以呢，尤其在加州、德州跟維吉尼亞州，那維吉尼亞州其實是最多的哈，我不知道，因為大概離華盛頓比較近的關係，所以這樣子一個情況，你規模變小，然後呢，你現在又禁止這個優異的成本比較低的大陸的零組件進來，那你要花更高的成本，那你要花更大的能力去搞那個電的問題，所以我覺得以後啊，美國的 AI 資料中心在美國本土啊，我覺得不要搞了，你知道。但基本上大概就是把它逼出去，到海外去找生存。好，所以我們看到面對於美國的這個動作，中國大陸怎麼樣做報復呢？因為我們統計起來，美國近年對中國1000家的中國企業已經寄出了各種的出口管制跟實體清單，所以大陸呢最新北京說它要嚴查無人機對於美國的出口，並且制裁7家美方的實體企業包括了延伸到了晶片到無人機到零組件相關的供應鏈都會來做制裁，是不是？這也是習川會前雙方來各自叫板來做鋪路。那賴老師又怎麼看？我覺得這是一種測試啊，這個美國要測試中國大陸有多麼想去美國訪問。為什麼？因為他的一連串的動作都是非常的挑釁跟不友善。
7月30號先跟何立峰有一個通話，通話理論上講，那就是因為要解決問題嘛，好像講的也都說，雙方氛圍都不錯，講的都很好啊，很有建設性，而且呢，很有深度啊，等等都講完了。第二天，美國就下重手了，就對於中國大陸的43家企業，就下重手了。這裡面有包括這個思念那個水餃，美國人一年吃多少顆中國的這個冷凍水餃，吃多少粒中國的這個瓜子，他就說因為他的溯源跟新疆有關啊。所以就對於中國大陸就下這個手，中美的貿易額是6000多億美元。坦白說，這幾家企業占貿易額來講根本不算數，根本看不上眼。但是這個是挑釁性極強，羞辱性極強，非常不友善。也就是說，把拜登時代的這個新疆的問題再重新拿出來，因為這個法案是2021年的時候拜登時代弄的一個法案嘛。然後現在把它重新拿出來對中國大陸，那就要看你本身的反應是怎麼樣，也就是說看看你中國大陸是有什麼樣的一個反應。大陸沒幾天，你看，就下重手了，我們叫施重拳。這重拳第一看起來你覺得就有7家企業好像不怎麼樣，現在的訊號是說，只要為美國政府接項目的工作的。對中國不利的企業都是中國打擊的對象了。其實這個意涵呢就在這裡，那也就是包括外國的企業要幫美國政府做事，要打擊中國的，那這些企業可能中國大陸都會成為拒絕往來戶。另外幫這些企業跟它有關的所有的會跟中國大陸的數據有關的，也可能都是未來中國大陸要清理的對象。這個威懾性很強的，所以不要看說，哎呦。好像7家企業對43不成比例，沒有，我是覺得這個是重手，這第一個。第二個，美國本來要禁無人機，不是嗎？尤其是拜登時代一直到川普要禁中國的無人機，後來他們說還是不禁了，原因在哪裡？就是因為禁不得嘛。現在不是現在是中國是禁了，我不給你了。之前你是說你不要賣，但是問題就是美國做不出來。那現在美國的消防隊、警察、邊界。